大家好，我是 Peter 汉语的郭老师，关注我不迷路。今天我们继续 HSK 6级阅读第一部分找病句的实战练习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主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问题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问题啊。问题呢，一共有4个句子。A. 权利没有制约，必然会产生腐败。B. 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有收获，但是每一次收获都需要努力。两个人 C. 两个人在一起，遇到事至少可以商量商量一下，总比一个人好。D. 我是电影评论专业的一名研究生，去年1年我一共看了206部电影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A 句。A 句看的时候呢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句子的主谓宾。好，前半句子的主语是权利，谓语没有，宾语制约然后后半句产生腐败，这样的时候这是一个动宾，它是没有主语的。那么 A 句是一个连动句还是一个接语句呢？很明显是不是。那么它是什么？它是在语义上的一种关联复句。比如说权利如果没有制约的话，就一定必然是一定的意思，对吧？就必然会产生腐败所以是在语义上的一种关联关系关联就是假设的。好，那么 A 句我们看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B。看到 B 句B 句我们在看的时候呢，我们一看到开始，我们就特别熟悉这个词，对吧？那么这个词是什么？不是。不是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了什么？不是而是，对吧？不是而是。那么这种关系呢，就是否定前边的这个情况不是我不相信你而是你不相信我，这样的一种否定。所以不是 A 而是 B， 否定前边的肯定后边的，确定后边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句子呢，它后边用的是但是然后呢，可能很多同学马上就想了，这个呢关联词它不是一对的，这个 B 是错误的。有的时候呢太果断了，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关联词这样想的时候呢，我们还应该考虑什么？关联词它是不是一对儿的？那么这种你得考虑不是它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呀？那如果说我不是中国人，但是我爱中国，那么这样的时候你能把它勉强的把不是和但是连在一起吗？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呢，除非那种特别明显的它没有其他意思，像虽然但是什么即使什么什么也，这样的关联词呢，它是无可替代的，因为它没有别的意思。这样的时候你可以是什么？非常果断的去决定它是对还是错。但是像不是这个词，它是什么？它除了不是而是这种以外，它还有其他的作为动词的一种出现的所以不要特别遇到这种呢，就是一词多义的情况不要太着急我们去看一下句子的具体情况，然后再来决定好，那么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有收获，但是每一次收获都需要努力。那么我们从但是这个词来讲的时候呢，前边应该理解就是虽然不是这样的情况，但是是这样的前半句和后半句是不是能形成一种转折关系呢？我们看一下，虽然那么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有收获，其实我们可以理解，虽然每一次努力不一定有收获，对吧？但是每一次收获都需要努力。这个句子是这样理解的，它不是否定前边强调后边的那个不是而是，
不是这种关系啊。所以 B 句啊，这个就给了我们一个提示，看到不是，虽然你可以马上想到而是，但是你要想一下，不是它呢还有别的意思，那么你不能太着急去直接去判断啊，说这个关联词有问题啊，这个是给我们一个经验教训啊，一定要注意这个。好，然后是 C 呢，两个人主语啊在一起啊，然后呢遇到事可以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什么商量一下。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动词重叠，对吧？动词重叠，那么我们的动词重叠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商量，它呢是双音节啊，商量的动词重叠形式应该是 A B， 对吧？商量，这个是没问题的。那么后边这一下呢，动词重叠本身就有什么啊？表示轻松啊、随意呀，它也有什么时间短的这个意思啊？时间短的意思，其实商量本身就有商量一下这个意思啊。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商量是动词重叠，那么一下如果作为一个动量补语出现的时候，这个结构在语法上它是不合逻辑的啊。所以呢，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句子商量一下，这个是语法上的逻辑错误啊，这个句子是不对的。好，那么后边的句子比一个人好，这个是一个比较句 A 比 B 好啊，就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好，这是一个比较句啊。好，那么 C 这个句子很明显的它是一个错句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看的这个句子。好的，我说的啊，然后有的同学说老师你为什么一会儿是的一会儿是 D 呀？因为呢就是这个 D 呢有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是跟 B 的发音呢比较差啊，就是差不多啊，所以为了就避免大家误会，所以我说的，其实我也有点别扭啊。的，我是什么研究生，这是主谓宾啊，主谓宾。好，那么在研究生前边有的是一个比较长的定语啊，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下定语的语顺啊，定语的语顺。那么首先这个呢，第一个定语是什么？电影评论专业，然后一名啊，电影评论专业的研究生，一名研究生。那么这个动词的语顺就是先说是什么哪儿的，有所属关系，然后再是数量的啊限定型定语啊，这个定语的语顺没问题。去年一年我看了206部电影，我看电影，然后部呢是电影的量词。那么注意一下呢，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你的有的时候你要用部，有的时候你要用场呢？如果说我看了206场电影，可不可以？没问题。那么我说206部电影就不对吗？这个206部电影也是对的啊。那么我们场呢，主要强调是什么？去看电影啊，然后我们去电影院看的时候啊，比如说8点到9点，对吧？你看了电影，那就是一场电影啊。那么你在家，可能我家里有很多电影的什么 DVD 呀什么的，这样的呢，我们就说我有多少部电影的 CD 啊。场更强调的是去现场啊，跟时间有关系的，这样我们说一场电影啊，2场电影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呢，一共4个句子我们就分析完了啊，每一个句子都有自己的特点。而这道题当中呢，虽然 C 句是错的，但是我个人认为吧 ，C 句这个呢，它是其实呢，如果我们做题做的比较多的话呢 ，C 句是很容易的一个错误，找的时候呢也是比较容易的。那么它呢，这个呢，其实 B
才是容易就是被我们忽略的。什么？这个 B 这个句子其实呢，它出现在 C 的前边，其实就是用来什么呢？可以说来迷惑我们的。有一些急性子的同学吧，看到 B 的时候，不是，而是，这个句子错了，然后他可能就是说直接的 C 和 D 连考虑都不考虑了。那么等到结果就是一出来一看，哇呀，多可惜呀！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关注一下像这种C 这个句子呢，对我们来说呢，其实就是怎么说呢？这叫什么来着？汉语中这叫什么？小菜一碟，对吧？对我们来说真是轻而易举的。但是它因为 B 出现在前边，所以呢，我们可能就会忽略了 C 这个特别容易的问题。那么我们在找病句的时候，一定要让自己呢戒骄戒躁，千万别看到 B 呢就是一兴奋，然后呢就直接就下了定论。一定要注意提醒自己，有的时候呢会有意外的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就到这儿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